Hello， 大家，今天给你们来一期三十什么来着？30问。时隔3年的30问啊，时隔3年的30问。对，就是你们问问题，我们回答。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第一个，3年后频率变少了吗？你来说吧。有一点点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没有变，我一直没有变。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然后呢，咱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上啊、体力上，你看我俩现在都是有点老帮菜啊。体力这个事情吧，没有，我变了，行吧？我体力变了，我有点老帮菜了。要加强身体锻炼，平时还是要。哎，确实，我要加强身体锻炼。对，有一段时间频率比较少，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在成都那段时间，生活上感觉有点一团乱麻，就没有那方面的欲望。但是这2天搬回北京了以后，我感觉还挺好的呀。反正我对这个东西一直都是很需要，很需要我是吗？很需要这个，是很需要我，还是很需要这个？都需要。你是最好的了，我不希望他因为别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东西。可以。2个人是怎么度过感情的倦怠期呢？去找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反复的去规划。就比如说上了1周的班，出去看个电影啊，出去吃个烧烤啊，出去喝个酒啊，多提意见。你比如说生活中的小事也可以。你们有些人要说没那个时间、没那个精力、没那个条件，那你就是家里做卫生啊，平时一个人做，今天叫上他一块儿做，就是2个人可以一起计划着去做一些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可以不是说有多么有趣，但是呢，起码是2个人一起多找回一点当初的感觉。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儿，找回我们当初做那个30问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这段感情对双方的影响改变了对方，是我现在想的东西更多了。什么意思？我现在想的东西更多了，就是要干的事情也多，要解决的事情也多。好18，把那个筷子给我弄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考虑的会更全面，就意味着你身上的责任更大了，要处理的事情更多了，是这么个意思吧？我觉得我的改变是，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再那么单一了，就比如说对待一件事情，我会更全面的去思考它，而不是只结合我自己的观点。还有5个问题，都说吗？这几个都说吧。接受开放式关系吗？不接受。在一起时间久了会有腻的时刻吗？会有，但是我们现在跟几年前的变化最大就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社交圈，然后也会有在一起的时间。我还是觉得就是恋爱很重要吗？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它不能算是全部。这是实话，就过来人讲啊。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有恋爱，要有恋爱2个人的关系，然后也要有朋友圈，也要有自己的生活，也要有2个人一起的生活，就是不能说只有2个人一起的生活，那样是不行的。对，因为我们之前所有的不管是生活啊、工作都揉在一起，我们也决定为我们的关系做一做减法。所以我们现在也有自己的事情，也有各自的空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既是群居动物，我们也都是特别独立的、独特的个体，还是会有腻的时候吧。会有信心对方是彼此余生的唯一吗？还是随缘就好？你说，我现在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一步一个脚印儿吧，就是想那么长远没有意义，想得长远，焦虑的也多，压力也大，更容易适得其反，有的时候。沙子握得越紧，反而流逝得越快，所以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就是随缘啊。如果这个人真的能陪你到最后，当然 I wish 那是最好的。如果真的一段关系分开，它不一定是要有多么大的错误，可能真的就是缘分尽了，对不对？那也未可知呢。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只要把握好当下就好了，就心态不要想那么多。就想得太远的话，压力也大。未来考虑养小孩吗？考虑养小孩，在我的眼里，我的标准是我们俩必须要有能力，才能，而且很稳定，然后自己也足够成熟，才可以去考虑养小孩。不考虑，那真的很冷血，连小孩都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呀，就是不想养小孩。彼此相互的看法，你们是灵魂伴侣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觉得这个灵魂伴侣，它这个东西只是精神上的一个衡量标准，但一定不是说生活上的。生活上一定不是一对情侣刚刚在一起，包括不管在一起多少年，哪怕在一起10年，它也要有磨合的地方。就不可能是2个人，因为2个人它是2个锯齿，你不可能一下子就重合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长时间不断的互相包容、互相积累，然后慢慢形成一个能够扣在一起的齿轮吧。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就是一开始就会是灵魂伴侣，一定是慢慢来。你觉得呢？我觉得也说不好，说实话，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有的人可能见第一面觉得特别契合、特别 match，
然后相处久了，的确也很契合，很 match，但是他们总有一些点是不能共存的，看你怎么看待那个人吧，只能这么。目前最想去或最想旅游的地方和国家，我只想去海岛，我真的很想去海岛。我很喜欢去那种没什么人的，就也不吵也不闹，人特别少，环境还特别好，特别漂亮那种，接近大自然的。我其实挺想去一趟英国，我想去趟伦敦。可以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好像是疫情第2年的时候，我就特别迷恋欧洲的建筑，玩模拟人生都是建的那种欧式的房子。可以啊，可以去啊。平时你们的内裤是自己洗吗？还是弟弟或者给对方洗？我们再说一遍，不穿，真的不穿。弟弟跟我在一起之前，他还会穿内裤； Yes. 跟我在一起之后，某种程度上被我影响的，也慢慢不爱穿了。觉得有的时候我也需要穿一下，有的时候去健身房真的不方便。同居后的感受，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哇，2个人有好长时间在一起啊，到现在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在一起啊？跟一个人在一起会有一段时间是觉得彼此就每天腻歪在一起 OK， 但是到后面一定也会有大家要忙的事情，然后彼此也需要固定，肯定也有时间在一起，但是其他时间各忙各的，各玩各的。你的朋友跟我的朋友玩，或者我今天去找我的朋友，或者明天你去找你的朋友，然后我们后天去约会怎么样，这样我觉得规划才会更多。对，我觉得所有情侣找到一个 balance， 但是我觉得不同居的人也肯定会向往同居。说不好，我觉得不同居的人有一大部分不同居，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活明白了，也有可能说。哦，你这个意思是同居的人都没活明白？没有，就是那些人，我觉得会更慎重同居，就是他们会先怎么跟你们说？那你后悔了？我没有后悔，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更慎重一点。2个人如果真的要在一起，或怎么样，像我们就直接就在一起了，可能没有考虑到啊2个人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情绪也不稳定啊，或者会不会不够成熟，收入稳不稳定，或者有什么规划没有，就可能没有想清楚。因为我俩就是这样的性格。对，有的人会考虑很清楚才会在一起。和粉丝喜欢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和你们的相处模式就喜欢真心的觉得就像现实中的朋友，什么都能聊。但是因为吧，这就是互联网，有什么都不能太跟你们聊得太多，我们有时候说多说少了都不太好。对，因为这个互联网它毕竟它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办法，宝宝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有机会线下的好多粉丝不是线下见到我们就觉得我们跟视频说话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对，2个人私下也和视频中，哎呀，下一个问题就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可能跟其他的博主是反过来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可能私下更闹腾，但是我们在视频里稍微还会收敛一点，因为我们可能在视频里面，我们一面的镜头有一点收着，但是我们私下是非常开心、非常闹腾的，但是这一面有的时候大家见不到。你们觉得情侣应该互相查手机吗？我们觉得能不看就不要看。我觉得纸包不住火，就是这个人爱不爱你啊，或者做过什么事儿，一个手机，他现在是有手机你能查，你要放到之前多少年前，你怎么去哪儿查去？比如说给刘德凯发短信的人，什么人都有，不管家里也朋友也好，他们有的时候可能私下聊一些话题，人家发到他手机里，肯定不希望我跟你说的话，你让你对象看见，对吧？我这些东西我都能理解，所以你去查人家手机的吧，有些东西你看到吧也不太好。你不是说什么出轨不出轨，聊不聊骚，大家之间说话方式可能不希望被你看到，但你看到了就有点我觉得会过度解读，不管是哪怕这个人他是一个普通朋友，但是可能每个人交朋友他的模式不一样。打个比方，可能刘德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可能刚跟刘德凯在一起，我要查他手机，我不知道他俩说话方式是这样，然后那人就说：“宝儿，出来吃饭吗？”我看完了，我就说。他为什么这么叫你啊？没必要，能不看就别看了。就是我以前可能还会稍微看一看，但是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看，就是我觉得我是 totally trust you。会觉得是缘分天定吗？就比如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是个人了。觉得肯定会有一见钟情的感觉。就如果我一开始对见到他就没有喜欢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在一起。感觉肯定会有的。但是到后面，其实你只会在某一些美好的瞬间里面，你会觉得啊 ，we're soulmate。但是日常生活中你们还是要 deal with 现实的，因为我觉得你见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但凡有一些地方吸引你，一定是出乎你意料。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能觉得哇，他是我的真命天子，但其实这算一种第一印象吧。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第一印象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是你们要怎么相处，或相处当中所带来的感受。我觉得2个人要决定在不在一起，还是首先要看他的人品，其次就是他生活里的一些东西能不能接受，因为每个人的生长环境也不一样。第一眼的这种感觉，作为一个美好的开始，但具体你们要不要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要根据长期的这种考察和考量。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对方特别可爱？有啊，刘德凯有的时候在家里就会
一个人坐在床上，然后手往那一放就开始哼歌，哼着哼着，他好像看到我，他就。什么时候啊？就你还记得那天我在这儿站着，你在那里边弄衣服，然后在外面看着你在那唱歌。他就有的时候刘德海会站在那儿自己在那儿搓手，就非常慈祥。郝玉迪的可爱，他是那种面部表情的可爱，他是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他跟朋友跟他聊点什么的时候，就那天你还记得你跟赵明去，你们俩要一块去便利蜂，因为我们那个便利蜂不是有后门嘛，然后赵明意思就是说要带他抄近道，但你是不知道啊，当时有后门这事儿啊，然后拉着郝玉迪走到便利蜂的时候，然后狠狠那个后门没有开，然后郝玉迪就在那儿，就是这种表情。对，就这种。有的时候就是通过朋友嘴里，然后描述出郝玉迪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爱啊。所以必须要别人通过别人。当然不是啊，还有别的东西啊。Like， 就比如说你会下一个吧，或者根本想不起来。在一起快4年了，你们觉得经历了哪些事情是现在可以马上回想起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坐在海边聊天。对，我想起来的。不是骗你们去看我们之前的 vlog， 但是在海边聊天那一期，我觉得是真的很幸福。是我想起来的。那我想一个非常幸福的，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特别幸福，就是那天我们一块喝完酒，然后坐在出租车上，我躺在郝玉迪的腿上，他非常深情地看着我说了一句，你记得你说什么？你想一想。他说想娶你。你要是忘了的话，那咱们就别录了。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根本就没想起来。那天你还戴着帽子，对吧？我不记得了，对吧？那你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这种瞬间啊。3种味道形容对方是什么？柠檬味儿。为什么是柠檬味儿？你必须要说出原因。酸，有的时候觉得它特别酸。西瓜味儿，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甜。然后苦瓜，有的时候那个脸莫名其妙就拉下来，也不知道在苦什么。我觉得它是玫瑰味儿，特别美丽，特别招人喜欢。但是呢，生活中又老是刺你，海盐味儿吧。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我觉得大海是特别童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童真，很童趣，但不是幼稚的那种，是那种可爱的。我这么难形容啊？我必须得找一个贴切的呀，我不能随便说3个像你一样就敷衍过去吧。红酒味儿，就是感觉你喝起来涩涩的，感觉有点难以下咽，但是呢，喝完了以后又会很开心，就会让你忍不住的想要再去，就是不断的去尝试。家人们记住上过学和没上过学的区别。还有这么说自己？你们刚开始确定关系的时候，相处模式是怎么样？非常的客气。我记得他那刚认识他就让我帮他搬家，我非常认真的给他收拾完东西，然后给他放到那里，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在路上还在想，我在干嘛？对啊，非常的客气。相处模式，我觉得我是非常的不客气。对啊，上来就让我给他帮忙搬他家，不对，搬家是我主动提的。他说他下午有事儿，那个他得搬家，我说我帮他搬吧，他就真答应了。我非常不客气，因为我就知道咱俩会在一起很久啊。那个当下我就知道，我跟我未来的老公，我客气什么呢？我看好会说呀，现在是。读到这条评论的时候，抱一下，亲一下。哦，谢谢。你特别老是打破这种浪漫时刻。刚刚读完这条评论，下意识就应该亲，你跟他说什么谢谢啊？因为是人家提的呀，我觉得很浪漫呀。你不是应该对我说好浪漫，好浪漫？你觉得两个人的性格是相似还是互补的呀？对大家就是觉得情侣的性格是互补还是相似？都不好说。谈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容易发生冲突。就比如说两个人都是非常要强的两个人，就会很累，两个人比来比去。举这么个例子，就比如我俩，你要互补的话呢，互补其实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相似的地方，两个人才会走到一起啊。因为我觉得，哎，你跟我就是我觉得大家又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互补的地方。对，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嘛，就是你一段长远的关系，肯定既要相似也要互补吧。这个是共存的，它不一定非要分开。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既相似又互补。但是呢，这两个东西又是两把双刃剑，相似有相似的好，也有相似的不好；互补有它的好，也有它的不好。我觉得这东西很难评，人生本来就很复杂，干嘛要花时间去想这种复杂的事情呢？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了。有的时候更倾向于什么方式去解决？比如说是先吵架再讲道理还是怎么样？我更倾向于当下直接解决这件事情，
跟他说我们为什么会吵架吧。但我在那个当下，我是想先冷静一下，不想吵。我感觉一吵就没逻辑，我会先自己待会儿，然后呢，我去找你了。你没有找我，现在都是我来找你。OK， 谈恋爱有问题还是要解决的。有些人可能觉得啊，哄我就行了，不用解决，把我哄好，哄好没意义，事儿还是会发生。遇到事儿一定要解决，就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不要隔夜。有没有关于粉丝或者粉丝之间的印象很深的事情？就一件事情，我具体讲是什么事情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觉得粉丝很多时候是在猜我们两个，虽然我不知道那些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粉丝，算那些就是来挑事儿的。就是我觉得大家老是去猜我们，到底是感情好不好啊，是不是分手了呀？就我特别不喜欢，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很 open 的。比如说，对于跟朋友相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粉丝们会有一点overreact。打个例子，我们和女生朋友拍照亲密一点了，然后有的人就该说了，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跟女生朋友这样了？这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圈子，我们对于我们的朋友有自己的相处方式，我们的方式就是抱着拍照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接受，只要关系好。对，周围的人觉得你们有什么变化？周围人从来不敢对我们做评价。刚才还想替他们编一下，真想了一下，真没有。床上和床下谁的反差最大？我觉得郝一迪没什么反差，因为他本身就是比较壮、比较凶的那种，就有的时候会比较严肃的那种类型。基本上我感觉是没有什么反差的。大家能想象到他在床上的那种，是会更夸张一点，是往这一条路上面是往上走的，不会说是有反差的。刘德凯，说实话真没有，但是也分情况。如果今天在玩什么 cosplay 啊，可能有一点吧。你让他当护士，他真能当。这段时间频繁搬家搬城市，对这个生活做总结。这算一次经历，我觉得还挺值得回忆的，可以总结出来很多问题，包括我们面对事、面对人怎么处理、怎么解决，还有心态上的一种挑战吧。我觉得代价其实没大到哪儿，就是体力上、心理上累。就我觉得这挺难得可贵的，这算是咱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算吃的苦了。对，但我觉得这个苦已经算是比起有一些大苦啊、大疾大病那种要好很多的，且给我们俩能有一个很好的警醒。yes， 有警示，就让我们重新去看待我们的相处方式，重新去审视生活、审视态度、审视做人做事。没了。好吧，感觉有点意犹未尽。你真的很不会营销，意犹未尽就出下一期啊，大家才会看呀。咱俩这么真实，怎么会营销？我俩是啥样就是啥样。这两天我要去补牙和植发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有多丑，像个猪头，脸也肿，头也肿的那种。我要把这块植了，我这块一直都少一块。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再见吧，拜拜。别是再也不见，下一条视频我们可能会在2024年再录了吧？不会。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